布拉格市区内有许多油彩画摊，画作中常呈现出查理大桥、旧城广场、布拉格城堡等景象，其中又以捷克最长河流的伏尔塔瓦河畔最常被画入画作之中。两位着正式服装相拥的男女，一位替他们撑伞库斯管家的人员，近乎黑白的画作之中，红色礼服或是伞面让古老的布拉格幻化出色彩，让人们一心向往的布拉格浪漫成为此生一定要去的城市选单之一。步行前往帝国咖啡厅享用早餐的路上，途经捷克音乐家广场 Sestai Muzikanti， 这个重建于2002年的小广场，跳舞喷泉旁摆置了4座以乐器来代表各地主要河流的雕塑，分别是代表印度河的曼陀林，象征南美亚马逊河的长笛，用小提琴来表现欧洲多瑙河特色，以及代表北美最大水系密西西比河的小号。围着喷泉环绕小广场漫步走着，细细品味端详着4座具代表性的雕塑作品，发现代表多瑙河这条欧洲第2大河的小提琴雕塑，人物很明显有拉琴的姿态，但雕塑上并未放置琴弓，不知何人以一支玫瑰花替代了琴弓的角色，让这尊雕塑艺术的意境顿时升华了许多。位于布拉格新城区的马萨里科沃火车站 Praha Masarykovo Nadraza 站在可以追溯到1862年的中间大厅里，抬头望着古朴且具设计感的木质玻璃屋顶和铸铁柱子平台，这种感觉好似自己回到100多年前一样。立于超过100年的马萨里科沃火车站里，隔着超大型格子状的落地窗，望着路面上往来的轨道电车，繁忙的交通状态把原本神游于100年前历史的我，顿时给打回了21世纪的今天。布拉格整个城市里充斥着新巴洛克、新哥德与新艺术运动的各类建筑，游客到此观光旅游，除了火药塔、查理大桥、旧城广场及布拉格城堡等历史建筑为必到景点外，完建于1996年的跳舞的房子亦为游客的最爱之一。游客至此无法入内，仅能在对面马路拍摄外观而已，但这栋布拉格十分驰名的建筑，却能在众多古老历史建筑之中脱颖而出，可见这座相拥起舞的建筑物，真能够令人感受到裙摆摇摇、无比兴奋的感觉。布拉格城堡是到访布拉格的游客必访之处，在这个站的7万平方公尺、世界上最大的古堡中参观，各式建筑的构筑技艺都让人叹为观止，但真正的现实状况就是走到脚酸无比。城堡中能够真正合法坐下来的地方不多，位于圣维特主教座堂 Cathedrala SV Vida 后方的圣乔治大殿 Basilica Svetého Jiri 内，可以让游客在此坐着欣赏大殿内部空间。有计划到布拉格城堡参观的朋友，最好记下这个可以让脚步放松的好地方。布拉格几处著名的景点中，排名绝对前3名的查理大桥 Charles Bridge， 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是人潮滚滚，除非真的对于历史与艺术有相当兴趣，不然走在这座跨越伏尔塔瓦河的著名历史桥梁，其实真没有什么特别感觉。但小心扒手这件事却是一定要放在心上，毕竟人来人往的地方，就是扒手们最爱做生意的地方。有人说布拉格这座城市越夜越美丽，何以见得呢？布拉格这座始建于公元9世纪的欧洲历史名城，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。城内的历史建筑、古老雕塑、宏伟教堂等，历经千百年岁月无情的摧残，老旧残破色泽黑化等，虽然经过修旧如旧的维护与保养，但终究历史古物就是经过时间淬炼，很难以鲜艳的色彩呈现世人，故而华灯初上的夜晚灯光照射之下，布拉格就会散发出迷人的艳丽色彩。欣赏查理大桥与布拉格城堡夜景最棒的观赏点位于何处呢？查理大桥边上有一间 Bedřich Smetana Museum 博物馆，其一旁的 Restauraslavka 可以边用餐边欣赏夜景。这家餐厅的视野有多好呢？连韩国实境节目《花样爷爷》到布拉格拍摄都是在此用餐，可想而知此处的夜景有多上镜头了。到欧洲旅行不要抱着什么都要去，一定都要看的心态，毕竟看的绝大多数都是被列为古迹的建筑，几百年的东西维护整理必有一定周期，修复工程有的1-2年，有的甚至几10年的时间，能看到算是运气好，若只看到围着一大排鹰架，那也只有认份了。逛古堡、看教堂、赏花园、吃美食，几乎就是布拉格旅行的标准程序。在这个每一寸土地都是古迹的城市之中，连逛街购物都有一种身处博物馆的感觉，
许多流行服饰品牌更是将店铺置于老式建筑之中，随便一个购物廊道都是近乎数公尺的挑高大厅，金碧辉煌的古典阶梯连接2楼。相较于国内品牌服饰价格没有比较贵，但购物空间却是升等了好几个级别。欧洲旅行，吃是一门蛮大的学问，随便进入餐厅点个像样的餐点，买单时绝对都可以让你大吃一惊。想要吃得好又吃得便宜绝对不容易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预定有厨房又附厨具、餐具的住宿。纵然旅行出门在外，但偶尔自己在家开火，也是一个蛮新鲜的体验哦。从早出门逛了一整天，离开罗浮咖啡 Café Louvre， 正想要回家休息一下时，在转角突然看见英国最大零售商 Tesco 的招牌，心想何不到下面逛逛超市买些水果回家吃。逛着逛着实在抵挡不住各式新鲜蔬果、全麦面包及大片牛排的价格魅力，当下决定买些东西回家烹煮当做晚餐。Tesco 买与罗浮咖啡仅相隔一条街，整个布拉格也有相当多家的 Tesco， 有兴趣在家煮饭的朋友，这是个蛮不错的地方哦。一群50家探索世界文化遗产的自助旅行，在布拉格罗浮咖啡寻访爱因斯坦，却遇见约翰兰农的粉丝。碰上热心的粉丝算是运气好，找不到爱因斯坦的座位也不能怪逝者。折页里1912年爱因斯坦的长相与我们的认知完全不同，怪不得逝者不认识。有机会能参访现代物理学之父爱因斯坦常去的咖啡厅，在馆内想象以弯曲时空的方式与其神游。到了布拉格可千万不要错过哦。布拉格的地铁站入口无栅栏，月台亦无栏杆，由地面至的底的月台几乎就是一路直通畅行无阻，载人上下手扶梯的速度之快，只能以必须相准了速度与梯面径自跳上去的感觉。若是这种速度出现在台北捷运，想必一定会出现许多民粹的攻击与不理性的反应，但布拉格的民众却是习以为常。艺术呈现的方式涵盖了历史脉络、社会文化、议题诉求等，路边装置艺术的表现手法更是千奇百怪。这项艺术品的名称为何呢？若称它为死了都按赞，您觉得如何？若不嫌弃，烦请给本影片按个赞吧。